呢？人家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怎么干活啊？将军，求求您了，赶紧送他就医去吧。你什么意啊？不听使唤，死了活该！拖下去！是。将军，您不能这么做呀！将军，您不能这样！将军，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？让大伙日夜赶工，也不给休息，现在也不送去治疗。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，大伙说是不是啊？逃跑的下场。谁要胆敢煽动逃跑，格杀勿论。怎么？
睡不着。这半年多来，我就没睡好过。还是得睡呀，否则明天哪来的力气干活啊？哎，你们怎么也不睡啊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才感觉自己还活着。我实在舍不得睡啊。你被关进来才1个多月吧？是啊，我不过偷了10个铜板，就把我抓来做苦工，这样的惩罚实在太重了。你呢？我跟人打架，你打死人了？没有，就是轻伤。那他们很快会把你放出去的。谁说的？我在这里关了3年，只看见有人进来，没看见有人放出去。啊？什么？只要矿脉没有挖断，这座金矿至少可以开采10几年。你呀，最好早点习惯这种日子。那总不能把我们在这儿关一辈子吧？我受不了了，这样的惩罚太大了。我的罪不重，不像你。我怎么了？啊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们都是罪犯。我呢？我根本就是他们招进来的矿工，我什么罪也没犯。那他们怎么把你抓进来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只知道从进来那天起，到现在就没下过山。因为这是一座私矿，他们怕偷采金矿的事被传出去。啊，私矿？私矿怎么会有官兵呢？这些官兵到底是谁派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可以确定，这是一座违法偷采的私矿。天晴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条矿脉就是我爹发现的，他生前就是青州的勘矿师。官府根本就没有把这条矿脉报给朝廷。我也是后来才明白，我爹的死一定和这座矿脉有关系，而且和官府也脱不了关系。我真像你说的这样，我们恐怕会死在这里。啊，那我们一辈子就在这儿了？不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啊，天青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反正留在这儿也是死。只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官府，这矿场的上百个人才有机会活命。不，既然官府在里面勾结，官官相护，你怎么告？我要找一个不畏强权、清廉正直的官去告。可官府看守的那么严，你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。有机会，不过要请你们几个帮忙才行。好。干什么你？你爬出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凭什么打人啊？看着点啊！你看清楚一点啊！哎呀，你看这样啊，是吧？我根本就没碰你！别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打人！别动！别打你！住手！住手！不让！他打我！打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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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哎呀！
有没有人下山？没有。给我看牢了，如果有人下山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是。跑。臣开封府府尹包拯，叩见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包卿平身。谢万岁！皇上召微臣进宫，不知有何圣谕？朕有差事需要人去办，却始终难寻合适人选。几经斟酌，还是王丞相提议的好，只有包卿前去才是最合适不过，故而宣你入宫，当面说明。包大人休怪老夫啊，这个人选的确非包大人不可啊。但不知皇上要微臣去办什么事？下月初3是柴王爷60大寿，朕准备了些寿礼给他祝寿。朕要你代表朕，前去担任祝寿钦差之职。放眼朝中，文武百官，就属包大人与柴王爷素有往来，相交甚笃。包大人奉旨钦差，既能代皇上尽表贺寿之意，又能与老友重逢叙旧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臣启皇上，朝中宫中均有司礼官员，臣敢请皇上收回成命，另派他人。怎么，包卿不想去？臣不敢。只是自臣执掌开封以来，不敢一日稍有怠忽。若是奉旨贺寿，少则1月，多则2月，包拯唯恐因此而影响了府中公事。皇上，依老臣之见呢，包大人只是想多做点事，而不愿把精力花在往来应酬上罢了。丞相言重了，包拯绝不敢有如此想法。不，柴王爷乃前朝皇室之后，太祖皇帝赐封柴家世袭镇王，本是体贴照顾之意。朕要包卿前往贺寿，更有尊崇礼遇之心，这岂能是应酬？皇上，老臣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，请皇上圣裁。好，你且说说有何两全其美之策？
柴王爷府邸坐落在青州境内，青州群山环绕，远离京城。倘若包大人以钦差的名义顺道勘察政务军务，访问民隐民情，一则可以表彰皇上对柴王爷的尊崇，二则可以成全包大人对朝政的用心。如此一来，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吗？好极了！王丞相不愧是辅国重臣，一语中的。就依王丞相所奏，包卿既是驻守钦差，更是青州巡狩，朕意已决，不得抗旨违令。臣遵旨。没想到皇上对柴王爷如此重视。柴王爷是世袭第2代阵王，行事低调内敛，作风毫不张扬，不应是前朝皇室之后而稍有骄态，这也是大人肯与他以朋友论交的最主要的原因。不仅如此，王爷与本府还是势均力敌的棋友，只是这些年来忙于公务，许久未去探望了。大人奉旨钦差前往青州，也可以说是公私两便了。青州背山临海，风光宜人，能去看看也是难得。此番青州之行，兼顾考察地方，斩护卫理当前往。大人，有人击鼓鸣冤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属下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包大人，堂下所跪何人？何方人士？启禀包大人，草民名叫田青，是青州人士。你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，想必是有冤在身。回包大人，草民的确是有天大的冤屈，请包大人做主啊！既然有冤，就在堂前说明。你状告何人？草民不知道。岂有此理！既然不知状告何人，又何来冤情？回大人，草民的确是有冤呐，请包大人明察。你且说来，有何冤情？所告何事？半年之前，草民被人蒙住双眼，绑上山去强迫采矿。半年当中，没有离开矿场一步，夜里还被关押囚禁。草民是拼着一死才逃出来的呀！竟有此等事！那关押你的又是什么人？草民不知道是谁派的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们是朝廷的官兵。住口！朝廷官兵怎会做出此事？你不可信口雌黄。回包大人，他们的穿戴装束、指挥调度，的确是朝廷的官兵，不会有错。你是在何处被抓上山的？是在草民青州的住家当中。那矿场所采的矿石又是什么？是金矿。
吗？矿石种类繁多，一般人根本无从分辨。你又怎知那是金矿？回报大人，草民家传4代全是看矿师，任何矿石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。你既是看矿师，想必知道，每条矿脉皆属朝廷所有，每一处矿区皆是官矿。你被关押的矿场，究竟隶属于何府何州管辖？回大人，那座矿场根本就不是官矿。此话怎讲？那是一座名由官兵监管，实际上是违法盗采、不折不扣的私矿。盗采官矿，罪同盗卖国产，论罪当诛。若是有官兵涉入，更是形同叛逆。田青，你若没有真凭实据，切不可信口胡说，否则一旦追究起来，只怕你吃罪不起。大人，先父就是因为这条矿脉而被害的。现在矿场当中，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，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。草民这次冒死逃出来，除了要替自己伸冤之外，还要替那些矿工叫屈。包大人，您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，更是这几百名矿工心目中唯一的希望啊！草民恳请大人伸张正义，洗雪沉冤。好，本案虽有诸多疑点有待厘清，本府却可应承于你。倘若你所言属实，本府就接下此案。多谢包大人，多谢包大人。退堂。张龙、赵虎正在招呼田青梳洗换装，学生也大致替他检查过。除了由山沟跌落之时所受的筋骨挫伤之外，并无大碍，只是身体颇为虚弱，还有多处旧伤。想是在矿场之中食不果腹，劳累过度所致，甚至还可能曾遭官兵殴打折磨。大人可相信田青说的都是事实吗？他没有必要说谎。至于究竟是真是假，当然还得再做印证。万一真有此事，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？大人才蒙皇上钦派前往青州，那田青偏偏又从青州而来，倒也十分凑巧。大人可以顺道兼办此案。本府还有话要问他，待问过之后再做定论不迟。公孙先生可先将田青在公堂所说转述于展护卫，请他稍后同往花厅，也好深入全案之中。是。草民跌落山沟之后，昏迷不醒，是一位樵夫大哥把我背出了山区。可是等我清醒之后，他大概是怕惹上麻烦，立刻就走得无影无踪了。所以，草民确实不知道矿场究竟在何处。你且再说下去。3年之前，青州官府委派我爹去勘察一处矿脉，他所勘察出来的的确是一座金矿，可是官府却不接受勘探的结果，因此并没有上报朝廷。且慢，
此事与你所谓的冤屈又有何关联？草民被关在山上所开采的，就是同一座金矿。你既然不知身在何处，又怎知是同一座？从我清醒的地方估算，那座矿场应该离青州城不超过20里，和我爹当年勘矿的地方差不多。而且，我见过我爹采集的矿石样本，和我所在的矿区的矿石完全相同。你父子既然同为勘矿师，为何却没有同行？大人，勘矿师的行规，即使亲如父子，也不能透露矿脉之所在。你爹又是如何亡故的？回大人，我爹勘出矿脉之后不久，草民应邀去河北勘矿，直到半年之前才回来。当时官府跟我说，我爹是在山上工作的时候，不幸失足身亡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之后草民就被绑上山了。如此说来，你既不知道矿场在何处，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，如何才能证实是否真有此事？我没有说谎，可以到青州城外20里的山区去查，查到了矿场就可以证明了。青州群山环绕，绵延数十里，根本不可能去逐一查清。包大人，我说的的确句句属实啊，包大人。好了，田青，你不要激动，本府会依照你所言一一求证。倘若真有此事，本府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谢包大人。李大叔，你说田青能逃出去吗？逃不出去呀。难道田青他死了？不可能！如果真被他们抓到，他们一定会宣布的。都10几天了，田青要是逃出去的话，也该有人来救我们了。也许他在等机会。不过，我相信他一定是逃了出去。我也相信他会来救我们的。睡不着。展大人，我在想在矿场里的日子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每天夜里隔着栅栏望着天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见天日。现在你总算逃出来了，不用再受那种折磨。可是那些和我同样命运的人还关在山上，我心里明白，他们有多么渴望自由。你放心，包大人一定会把他们通通救出来的。
大人，倘若田青所言属实，那金矿至少已经开采了3年，冶炼成黄金之后，已经是一大笔的财富。不论是何人所为，对国库而言，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。本府所想还不仅如此。这3年之中，不知有多少无辜丧失性命，多少家庭骨肉分散，家破人亡。倘若不能尽快追查明白，更不知还有多少人遭殃。是啊，大人若是想趁赴青州之便追查此案，恐怕还得等上几日，因为距柴王爷寿诞还有1月之久啊。那么本府就提早出发。公孙先生，明日设法查明青州官矿开采的情形，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对那些惨遭奴役的矿工而言，在山上多待1日，便要多受1日之苦；少待1日，则可少受1日折磨。本府明日就进宫面圣，提前出京。怎么，包青打算提前出京？臣启皇上，青州路途遥远，车行不速，臣又肩负查看青州军务政务重责，若不提前出京，恐会迟了柴王爷寿诞之期。臣敢请皇上恩准。王丞相，如今你可对朕由衷的佩服了。皇上圣明，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。臣愚昧，敢问皇上因何发笑？相爷又何故佩服啊？王丞相，你且说与包青听听。臣遵旨。包大人，皇上和老夫打赌，说是包大人为了视察青州的军政民情，必定会耐不住性子，请旨提前出京。果然被皇上一语料中啊！包青，朕可是对你知之甚深了吧？臣惭愧，但不知皇上是否恩准？准，朕当然准。包青宫中体国，负责尽职，朕欣慰，忧且不及，怎能不准啊？柴王爷的寿礼，朕都已备齐。包青打算何时出京啊？寿礼既已齐备，臣打算明日就出京。好，寿礼和礼单，朕会派人送往开封府。至于随寿礼去的人，就要包青妥善照顾了。皇上还派了礼官同行啊！由包大人亲自押送寿礼前往青州，何须再派礼官呢？皇上说的是宫中的私要女官呢。柴王爷长子柴玉，包青总该知道吧？皇上是说，日后承袭第3代阵亡的备位小王爷。不错，那柴玉深受柴王爷疼爱，可惜患有心痛之病，重医束手。朕派出的私要女官随你同去荆州，若能治好柴玉的病，岂不是最贵重的寿礼吗？原来如此。臣与柴王爷相交多年，却竟不知小王爷深染此症，实在令包拯惭愧。包大人不必介怀，柴王爷从未对外透露过柴玉患病之事，就连皇上也是近日才得知的。臣启皇上，臣府中公孙策精通岐黄之术，
何不命他诊治，或者派宫中御医前去，也许较为妥当。包卿，你可别小看了朕派去的女官啊！她虽然年轻，却出身医药世家，尤其对柴玉的病素有专攻。包卿若不放心的话，可请公孙先生和他相互研商，共同会诊。明日你们就一起出京吧。臣遵旨。行了，明日出京之后，你就是大人的随行士兵，就算回到青州，也不怕被人给认出来。扮成士兵就要有士兵的样子，否则的话，很容易被人认出来。回到青州以后，大人特别交代，绝对不能自由外出活动。二位大哥，包大人真的要带我去青州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包大人真的可以为我洗刷冤屈，能够把那些盗采金矿的人抓捕归案吗？你放心，我们跟随大人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，也没有一个罪犯能够逍遥法外。大人，青州依山滨海，矿藏极丰，无论是银铜铁铅，皆有开采，唯独没有金矿。青州州衙的确要有一位名叫田野的看矿师，可惜在3年前因为上山看矿而失足身亡。那田野正是田青的父亲。如此说来，田青的证词可信度就更高了。的确如此。那青州之州又是何人？回大人，青州地处海防边境，依朝廷规制，是由京东东路经略安副使张冲张大人兼任青州知州。倘若那田青所言不虚，张冲与此案难脱干系，且待抵达青州之后，再逐步查访。展护卫在。此番前去青州，可以分头查访。入城之后，展护卫在市井之中要多做探访，也好查明虚实。属下明白。稍后，皇上所派的司药女官要来府里与本府见面，你们也不妨一起见见。而后路途还长，彼此先熟悉一番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婉儿见过包大人。免礼。谢包大人。这位是展昭展护卫。啊，南侠展昭名震江湖，婉儿早已慕名许久了。好说，婉儿姑娘见笑了。在下公孙策。公孙师叔，您真的认不出我了？你是？婉儿和师叔一样是复姓，慕容婉儿。你真的是你呀？怎么，公孙先生与婉儿姑娘是旧识？大人，婉儿是学生师兄之女，师兄英年早逝，学生遍寻婉儿不着，没想到
竟能在此相见。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，那年婉儿方才10岁，所以一时半会儿，师叔会认不出我。真是女大18变。昔日的黄毛小丫头，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了。师叔啊，您就不要再取笑我了，否则包大人会笑话您在倚老卖老了。好极了！本府原本担心轻舟之行，婉儿姑娘会觉得不自在。如今彼此既然有如此渊源，公孙先生可要多加照顾才是。学生自当尽心尽力，照顾故人之好。好，婉儿姑娘。啊，包大人，请恕婉儿失礼。因为婉儿还是小辈，所以不敢当姑娘之称，还是请大人叫我婉儿吧。知书达理，又不娇柔造作，的确难能可贵呀。好，婉儿，此番出京时程久远，不宜穿着女官服饰，就改换便服吧。婉儿明白。明日一早，随本府启程出京。是。数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重感情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